着你，冷眼照风雨，祝贺我自知己，谈命运，指尖钟声如雨，黄沙淘尽。渐入痴，剧中剧，散如云，步步陷踪影，总是真结局，拼命破残局。剧中剧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情，天地作情。还为贺喜你高升呢，邓太傅。忘忧啊忘忧，你何时也学会取笑别人了？我是替你开心，这么多年，总算熬出头了。不过，你真的不担心吗？那个楚昭，你了解他多少，就敢这般帮他，甚至不惜放弃与萧寻的合谋？我帮的并非是楚昭，我帮的是自己的锦绣前程。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越是看起来简单的棋局，越是暗藏杀机。这可是年少时我们学到的。不会，因为我可进可退。但他明知道萧寻有意毒害小皇帝，还在这种情况下把那孩子当作诱饵，只为除掉萧寻。这可是一招险棋。死中求活，险中求胜，谁当着皇帝我不在意。只要我还在这高位，就无妨。我输了。太傅，老太太请您用膳了。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拿你当诱饵。我曾向先帝起誓护你周全，如今却让你身至险境。我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姐姐不要这样说，这是我们的计划。你看，现在真的没事啊。姐姐不用难过，我母妃说，这手工编织的长命缕最见心意，每一道绳结都能锁住福气。姐姐能给阿玉亲手做个这个，我很开心。你说配个玉这么挂着可好？或打个金锁，看起来贵气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姐没有对不起我，这是我们一起想的这个计划抓坏人。只是这个坏人是皇叔，阿玉还保护了姐姐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舅舅，你拿什么好吃的给我？你喂我，
真麻烦。你当喂马呢？军营里都是这么喂的。你不怕自杀？你才血口喷人，以后不给你带吃。你不是当值吗？怎么还有时间来给阿宇送吃的？披风，还我。你不是不喜欢吗？怎么又要讨回去啊？我本来都打算送别人了。借给你的东西，用完以后，自然要还给我。拿去啊！舅舅，你们在抢什么？什么叫抢？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姐姐，你答应我的事还记得吧？啊？好看吧？天女散花。来，再吹一个。分明是你答应他的，为何要让我来做？本宫命令你替我做。这秋千够不够结实？能坐下我们2个人吧？我才不陪你玩这个呢。为什么呀？荡秋千最好玩了，可以看到远方的风景。傻瓜，想看风景出去看就好了，为什么非要坐秋千呢？真的可以出去吗？快来，天女散花喽！你要这么打的话，就算打好了，待会儿坐上去也一定会摔跤的。我打得这么结实，怎么可能会摔跤？你摔了没事，但要是他摔了，那可就惹大事了。少看不起人了。长公主还真是不摔一跤，不信这个邪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绑的是个死结。姐姐，你到底会不会坐秋千啊？这绳结是我们军中用来捆绑犯人用的，一旦绑上以后，饶是神仙来了，也难逃。来吧。我不敢。姐姐，你来。
萧南吧。阿宇，你说什么？别再逗了。他说的不错，萧南王实力犹存，萧玄绝非善类。若他长久地待在楚都，你们斗下去，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。这次他侥幸逃脱，下一次未必。我也知道萧玄狼子野心，可萧玄究竟做了什么，让你仇恨至此？当年他亲自到云中郡求娶，我看他待你也算体贴。你们不是曾经两情相悦吗？两情相悦，这可是我做过最愚蠢的事了。如今想来，只觉得恶心。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阿九，你相信人会重活一世吗？在前世，我如愿嫁给萧雪，当了王后，谁知道却因此害死了父亲和所有亲人，自己也被萧雪活活勒死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你就当是我做的一个梦罢了。不会。这世间万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。老头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，只要无悔。不过，此番你与萧玄交手，虽然他吃了闷亏，以他的防备之心，逼除去萧玄，并非易事。虽然这次让他侥幸逃脱，但我不会再给他机会。那你可有应对之策？若我说有，你会帮我吗？断肠苦事残烧，心一照，山是人笑，摘下来的只有陈桥。心会在缝隙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需路遥。若我说有，你会帮我？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宗庙祭祀仪式告一段落，涉案者伏诛，皇城内外皆肃清整顿，还望各位引以为戒，不可再出纰漏。对了，孤今日在想，王叔在京为治7载，甚是酸楚，不如放他回萧南郡去吧。
众卿意下如何？启禀陛下，此事不妥，朝中大臣对此也应多有疑虑。谢大人当日口口声声陛下圣明，眼下却要质疑陛下的决定。太傅此言差矣，本官多加思虑。质子在楚都，本是先帝遗愿，况且萧巡在楚都，尚可制约其父。若放其归去，恐生变数。谢大人所言虽有道理，可世子在京中多有磨难，若因此惹得萧南王心生不满，反不利于朝堂的稳定。长公主殿下，意下如何？本宫有权参议此事。殿下得先帝遗诏，可与太傅同行监国之权，自是有权。陛下，诸位公卿，本宫近日收到一份朔漠密报，本不愿再生事端，但既然谢大人问起，本宫便直说了吧。朔漠边境近日异动频繁，恐有大军集结迹象，而京中近日亦发生多起可疑事件，街市上不明身份之人流窜，暗中聚众，行迹可疑。殿下，可否借密报一观？不可，因为兹事体大，本宫需要先确认此封密报真假，以免伤及无辜。倘若消息为真，又当如何？那萧南王世子就绝不能离开楚都。萧南郡麒麟朔漠，若二者勾结，陛下登基，萧南王也未曾来贺，难保不是早有异心。公主，这松烟墨是谢家特供，您故意在军报上留下破绽，万一谢家人察觉，那可怎么办？就是要让他察觉。萧巡若走，无异于放虎归山。萧南郡彻底没了潜质，一旦生变，必会祸及高阳。谢艳芳作为谢家家主，怎么可能允许此事发生？所以，定会阻拦。加上谢家特有的松烟墨，在这件事上，他算是彻底与本宫绑在一起了。可奴婢还是不明白，邓太傅为何极力促成萧世子离京？他不是应该向着您说话吗？朝堂之争向来如此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盟友，所以我必须把谢家拖下水，因为只有帮凶才会拼命保守秘密。我这封密信，即便是假的，也得是真的。这招探流云，本宫学得不好，待本宫回去再练练。长公主身居后宫，却能得到朔漠密信，当真是手眼通天。阿九，你人不在殿前，却对大殿之事了如指掌，你才是消息灵通。你想要拖谢家下水？
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有多危险？楚昭，没有人可以在谢三的眼皮子底下耍小聪明，你也不例外。可我就想当例外。可若是他反手揭穿你伪造的密信，还栽赃给了谢家，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？还是靠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再救你一命吗？那我就说，莫是你给我的，看看你的三哥会不会放弃他的好弟弟。没有人可以看到谢三的心思。阿九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你在边郡战场多年，一定知道朔漠士兵的外貌特征和装扮习惯，能不能告诉我？原来你早已经计划好了。好一出姜太公钓鱼啊！故意用密信想留萧玄在楚都，以萧玄的多疑，必会认为这是个陷阱，反而加速他的私逃计划。我派出去盯梢的探子回来说，楚昭派人暗中在返回萧南郡的沿途上埋了军械，想必一到交界之处，便会有假扮的朔漠士兵前来接应。一旦萧玄出逃，就会立即以勾结外敌、武装叛逃的名义把他射杀。太傅，萧玄一死，你的后路可就断了。我自有我的谋划。若是萧玄逃脱，就沿途散布萧南王质子引朔漠兵入境的谣言，将其视为叛国者，格杀勿论。如若没有横生枝节的话，不会有枝节。就算有，我也会剪掉。用一个真相造的假，才最让人无可辩驳。没有人比重活一世的我更清楚，萧南王父子就是勾结了朔漠。世子，如何？楚昭确有一封密报，是说世子与老王爷囤积私兵，勾结朔漠。他到底是从何处知道这些事情呢？过往这些时日，我处处小心提防，他绝对不可能探听到任何与朔漠有关的消息。此女狡诈，或许是用假象蒙蔽了世子，让您放松了警惕。绝无可能。我若按兵不动，凭楚昭手上的那封密报，他们便可公开问斩我。我若出逃，便坐实了叛国的罪名，死于乱军之中。无论我们选择走哪条路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。难道我们多年筹谋，真的就这样功亏一篑了？那日朝堂之上，占了上风的分明是我们，怎会形势如此逆转？到底是何处错了？往日之事，多说无益。但眼下，或许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。还没查到吗？太傅息怒，已经派人3个人去找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老夫人回来了，是长公主殿下把老夫人送回来的。殿下，家母。下人已经送老夫人下去休息了。我是在西市街角遇到老夫人的，看见她时，老人家正在地上拾取菜叶。家母乡野出身，节俭惯了。挨过饿的人，才会珍惜每一份粮食。就如同诗人皆爱财帛，
这本也是人之常情。一点个人喜好，长公主见笑了。何来见笑一说？但从乡野走到如今太傅之位，太傅靠的是真才实学，期间努力必定远超旁人所想象。这般勤勉，理应令人敬佩才是。这是丝线编织的长命缕，每一个结都能锁住福气。长公主深夜前来，不会就只是为了送我这长命缕吧？不知我能不能用这么多的福气，来和太傅换一样东西？哦，何物？萧寻的命。殿下就这么自信，能杀得了他？对，所以请太傅袖手旁观即可。萧寻若死，他与楚都多年来暗蓄之资财珍宝、势力人马，尽归于你。长公主不怪本官在朝堂之上与你意见相左。怪，如若太傅坏了我的计划，这些钱就是买你性命。说笑而已，太傅放心。所以太傅还没告诉本宫你的答案。金银易得，知己难求啊！成交。本宫言出必行，也望太傅勿出尔反尔。一定。殿下，谢统领奉陛下命等您许久了。再等我。我只是在欣赏月色而已。谢统领好雅兴啊，欣赏月色，欣赏到本宫殿前。莫不是担心本宫去了太傅府有危险，特意在这里等我回来？天下这七无宫，月色可真是冷清了。冷月照孤尘，正合我意。我是奉陛下命前来的。已经得知消息，萧寻打算明日离京。你有多少把握？他会和你的计划一样走官道？明日我会遣水师以查私盐为名，封禁所有商船。一旦码头无路，萧寻势必只能走官道。倘若他真的走官道，我已经在卧牛岭安排了弓弩手。一旦萧寻离开楚都地界，便会立刻将其就地诛杀。明日绝不容有失。放心吧。明日我会亲自带人埋伏，
一定不会有事。阿昭啊，我不知道你为何要这么对我，但是这一次，你终究还是没能困住我。公主，公主，世子府已然人去楼空，可有走官道？没有。什么？整个码头也被周师严密布防，他想离开楚都，就只有官道可行。怎么会？官道并未发现萧玄一行人的踪迹，但眼线来报，寅时3刻有艘商船提前起航。中计了，又让他逃了。谢统领已经带兵追上去了。谢燕来，我应允了长公主，不会让你活着回去。你确定？阿昭想让我死，他之前可是爱极了我。那只是以前，现在他让我杀了你。之前忘记问你，当年魏家村唯一幸存的小男孩阿祥，他有来找你报仇吗？我叫阿祥，你叫什么？谢统领伤势严重，万幸救治及时。微臣已包扎伤处，这就去开一剂药，为谢统领退烧。此番失血过度，还望日后好好将养。长公主，收到线报，萧寻已经逃往萧南郡了。想再杀萧玄，偏难了。我以为我算无一策，却不料还是棋差一招。此番是我连累了你，你还说你欠我，现在是我欠了你。
公主。我让你查的人，查到了没有？方度，邓毅的门生，去年刚调任州级司马，萧巡的船就是拿着他给的文书从码头放行的。好个阳奉阴违的邓太傅！殿下夜闯臣府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邓太傅，本宫特来送礼。听闻您素爱珍木，这金丝楠木可是王侯规格，不知可入得了太傅法眼？无功不受禄，殿下这礼，本官受不起。怎么会受不起呢？方度的调令是你示意的，太傅对本宫如此照拂，本宫又怎会亏待了太傅呢？这木头埋在地下千年不腐，配太傅的千秋功业，正合适。殿下说笑。说笑？本宫可是认认真真想给太傅赏赐。怎么，太傅不喜欢，还是说想抗旨？喜欢。太傅既喜欢，那就好好收着，就摆在这院中，让太傅日日都可瞻仰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可撤走。臣谢殿下恩典。太傅客气了，毕竟我们来日方长。太傅若是嫌那长命旅太长，我可以给你送个短的。断肠苦事残烧，心一朝，偏要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心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东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血如药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心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
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风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惧路遥，人生已浮躁，月亮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是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在方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。剑如纸，举壮志，散如云，步步现重影。纵使真剑气，拼命破残局。举壮旗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情，天地作棋。这又是何苦？就不怕他真杀了你？杀我？杀我，他朝堂必乱。不过是长公主羞辱人的伎俩，想出口气罢了。那你是背弃盟约？是要与长公主为敌吗？盟约？他何时在意过这个？他把禁卫军的兵符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谢家人，他这是结盟的诚意。但倘若兵符在你手中，他还有几分活路？萧玄不能死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为何？这就是你说的后路。先帝下的遗诏，萧玄曾经被先帝下旨继承大统，之后有了后面横生的枝节，才拱手将皇位让给了萧雨。世子，世子府如今门庭冷落，连檐下的鸟儿都绕道而飞。太傅竟然敢主动联系启英，倒真是稀奇啊！不知世子可曾听过乾隆在渊？太傅大人深夜到访，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？可惜啊，太傅看走眼了。如今站在你面前的，何来乾隆？不过是一条砧板上的鱼肉罢了。不，
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，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，也是鱼肉跳回江河的龙门。为何要帮我？纵观历代朝堂翻云覆雨，诡谲莫测，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。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帮你，是因为我有更值得下注的底牌。这是先帝的遗诏，继承大统的人本应是你。世子猜的没错，这封是假的，但我手上也有真的。陛下的龙衣还没做热，你就不怕被当成蜜糖？直刀须稳，观其须明。我当初选择楚昭，是因为他给了我承诺；现在选择世子，是因为楚昭违背了他的承诺。我要的自始至终可都没有变过，世子可明了啊？来日，乾隆出云之时，定以太傅之位相赠。太傅，有客到。太傅这是给自己提前备下寿材了，倒是给朝廷省了一笔开销。上好的金丝楠木。谢大人说笑，此乃长公主厚赐。我听闻，先帝讨伐前朝，那亡国之君用的就是这上等的木材，自焚殉国了。哦，我失言了。谢大人，到底有何贵干？今日冒昧前来，是有件事，想跟太傅请教一下。太傅可知，长公主围困萧南王世子一事？当然。那太傅又知不知道，萧寻逃了？知道。是谁放走了他？太傅知道。是我。哼，太傅如此坦诚，倒让本官很是感动。想必太傅有如此激动，就已经跟长公主离了心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棺材的分量？你自己一个人担得起吗？谢大人深夜冒雨前来，就为了说这些？本官只是好奇，如若是我放走了萧寻，这口棺材，长公主敢不敢搬起谢家的大名？太傅啊，没有世家根基还想玩火，小心引火烧身。久闻太傅奇艺无双，不知可否赐教一句？却之不恭。将军，朔漠人对咱们的布防了如指掌，连暗哨的位置都一清二楚啊！军中必有内鬼。报！京中急讯，长公主殿下遭重臣弹劾，萧南王世子连夜潜逃，禁卫军统领负酒受伤。华景伤势严重吗？据闻太医院会诊后已无性命之忧。阿昭可安好？
殿下无恙。小心逃回小南，硕墨来犯，还对我军布防如此了解，那不成是里应外合？传令，第3营敌方狼牙谷，第5营埋伏鹰嘴崖，按预案调整防线，让伏兵就位，等硕墨日上钩。是。将军，你是得的什么病症啊？怎么会一日比一日严重，竟然连吃药都毫无作用啊！喂，兵律之战，我亲自带队。不行，您这身子骨，这是军令，军令如山。是。公主，谢统领如今在宫中养伤已有3日，虽说您是郑国长公主，旁人无权智慧，但毕竟男女有别，外头的风言风语怕是要起来了。自我进了这皇城，风言风语又何时少过？御史台恨不得把牝鸡司晨这4个字刻在我脑门上。再说了，如今他伤及肺腑，交给别人，万一出个好歹，我不放心。公主可是对谢统领，所以才不愿意嫁给萧世子的吗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没有没有，奴婢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公主别生气。这宫里的每一根丝线，我都要攥紧。可它不仅仅是根丝线，它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我利用了它，可我又比所有人都更信任它。总之，不一样。殿下，边关急报，朔漠突袭云中郡。不对，我那是封假军报，怎么可能真的发生？既然长公主伪造了胶南王与朔漠人的伪证，还想借松烟墨拿我谢家入局，那就必须要做好有个人给他一场真战乱的准备。博弈岂能不留后手？谢大人看着思维，齐风倒是凶悍。太傅谬赞了。本官只是不喜欢浪费时间。可是谢大人，这下棋最重要的还是耐心呢。这局棋刚开始的时候，太傅信心满满，对吗？可如今你再看，局势变了。不知谢某的棋艺能入太傅的眼吗？谢大人棋艺高超，自是不凡。那就好。既然太傅喜欢看棋，不如谢某多摆几盘。只不过这棋局塞得太满，当心看不清自己的活路。
你醒了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能完成军令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害你受了伤。邓毅派了门生下调令开码头，才给了萧巡从水路逃脱的机会。这一曲，本以为万无一失，谁知朝堂这盘棋，本就不是那么容易下的。权力本该如此。说吧，你想我怎么还这份情？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。我这人一生不信神佛，没有什么愿望。那也没有什么想达成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好吧，那就先暂记在我这里，等你想好了想要什么，再来同我取。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伤这么重的。那日在船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日，铁鹰用暗器，一时不察被偷袭。果然，他们只会用这些阴险下作的手段。我昨夜看你梦魇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是啊，可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呀。你是说那个梦？好吧。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，我之前偷吃过你送给你爹的沙枣糕，被你爹揍过。谢谢你分享的秘密，只是我再也不会做沙枣糕了。无妨，反正我也不爱吃那些糕点。哦，我本来还想给阿九你做个别的吃食呢。好啊。阿九，好，我簪子歪了，替我挽个利落些的发饰。哦。
好吃吧？天下为了这个糕点，花了3个时辰，才蒸出一笼满意的，只能说是这人间至高的美味。都怪你馅料没有拌好，那猪油的配比得合适，少了多了都不行。原来如此。我爹说的，少了太干，多了太腻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离开云中郡太久了，久到陪饭我都忘记了。其实我从前也不太会做这些糕点。阿爹，你看，我学会了，阿昭学会做沙枣糕了。哎呦，我们阿昭太厉害了！那下次别再偷吃馅料了，啊！阿爹不用吓唬我，我就是想念娘亲了。我没机会承欢于他膝下，但我就想去看看，看看他看过的风物，走走他走过的青石巷陌。我娘亲若是还活着，定然不会希望我做一个只会关税的女娘，她绝不会像你这般自大。她定然会在乎我的心。是，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神，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。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，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，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。想念一个人，不是一件丢脸的事。想家也不是。我跟着老头那5年，他确实过得挺好的，每天忙忙碌碌。偶尔得到一些西域的香料，他就会放到小南院的房间里。出去巡逻的时候，看到好看的花枝，便会采回来，栽在小南院的院子里。因为他跟我说，小南院是你以前住的地方，收拾好了等你回去。主昭。其实老头他没有责怪你的离开，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他只是很思念你。当然，这一切你可以不用回应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所以你无需自责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需要被原谅。其实，我也很想念我阿爹，还有大漠的一切。老头他是一个很严厉，但很心软的人，和你一样。老头第一次带我去沙漠的胡杨林，他说那里的每一根枯枝都在拼了命的活着，这才有了1000年的风景。死非常容易，活着才算本事。阿九，抱歉，是我太聒噪了。不会啊，能听到你讲这么多话，我很高兴。夜深路重，殿下早点休息。
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我阿爹的事情，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过去。不客气，就当是报殿下的一告之恩。那谢统领，这盒红豆糕你就拎回去吧。多谢。我今天说的话一直算数。啊？就是以后你有什么愿望，都可以来跟我许，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帮你实现的。我楚昭，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好，不会。报！报！殿下，云中郡急报，昨日朔漠来访，楚将军击退朔漠大军，身体突感不适，昏迷不醒。将军，朔漠撤军了。果然如将军所料，这一次幸亏您提前谋略。将军。父王，你受伤了？父王有所不知，楚灵的女儿要将我赶尽杀绝啊！楚灵的女儿，那个不想做世子妃，只想做长公主的。新帝即位，朝中动荡。我们与云中互相制衡，高阳谢氏虎视眈眈，他竟先清除了我们楚都的私兵，又借着你的事在朝中立威，此等手段真的是高啊！此番朝堂变故，楚都正值多事之秋，或许我们单道玄威啊，皆在这文武火候。昔者轩辕注定77日而龙吟现，燕齐练功99夜而丹霞凝，皆在这后之一字。九转未成，你岂敢启顶啊？我儿一路鞍马劳顿，暂且歇息吧。是。朔漠犯境，主帅楚灵当有失察之责。朔漠军犯境是真，楚将军令人扑了个空也是真，不问其功，反问其罪。既然领兵打胜仗，便是分内之事。云中若破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公不能抵过。陛下，楚灵治军不严，理当问罪。郎中令大人忧国之心可嘉，但本宫倒想问问，萧寻前脚逃回萧南郡，朔漠后脚便突袭，这般巧合，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？长公主的话倒是点醒了臣。臣记得当日是太傅力主赦免萧寻，口口声声抚藩王之心，现在看来，这心抚的真是时候。谢大人慎言，赦免萧寻回归萧南郡，此乃陛下旨意，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？倒是谢大人，听说您打算将世子府据为己有，
世子府行胜之地，四通八达，与其闲置，不如物尽其用。陛下体恤，赐予了臣。怎么，太傅也想要啊？够了，朔漠犯境，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。至于内患，本宫倒要亲眼看看，到底是谁着急为外贼铺路。孤伐了，众卿若无事，便退朝吧。恭送陛下，长公主见驾下。好你个谢家三公子啊，竟然敢把其下到明面上！这谢艳芳既然能向您直言送长公主一场真战乱，就说明她有恃无恐，知道我们没有证据，不能奈何她半分。是啊，她既然敢说出口，就证明她已经留了后手了。哪怕现在我们叫人去查，也查不到任何线索。谢艳芳身边如铁桶一般，但百密总有一疏，不如我们先试着从高阳老家下手。谢艳芳进京时，早已把谢氏子弟全部带在身边，如今高阳老宅剩下的几个管事的，不堪大用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想要打毒蛇的7寸，就要先把手伸进蛇窝。少游，即刻着人去高阳。是。谢大人，这盘棋你可得好好下呀。往左半寸，再高些。好，下来吧。这谢府二字一挂上，衬得这座宅子都亮堂了许多。公子，城中已传遍了，魏将军处灵疏忽，才让朔门人犯境。您说他会不会跟萧玄一样，也卷入帝国的通信？萧寻尚能解除风声，更何况是楚灵。魏将军扎根边疆，从无败绩，在百姓心中的威望，不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丢失。我们虽然促成了朔漠人的进犯，可他也及时调整战略部署，诱敌人至信古关。而且大战告捷，多的人夸赞他有勇有谋。如今看来，反倒是成全了他。也是，就像公子您名动天下一样，虽称病不在朝中多年，仍无人能轻易撼动您的根基。不，我跟他从来都不一样。宅子也翻新好了，派人请九公子回府，就说是家主的意思，请他务必屈尊一趟。那家伙一向与家中子弟不和，公子这是为何？我只是好奇，一个离开主人5年的狗，还能有多听话？伏羲祸相依，大富贵伴随着大危险。这长公主的冠冕戴在我头上，可未必就是楚家人的护身符。当然，我并非不感念伯父当年的照看，只是他日若我坠下高台，同为楚家人，也免不了溅你们一身血。所以堂姐，须得为自己谋划，早做打算。阿昭，你不必试探我。自你入主长公主殿那日起，
楚家上下，便与你性命相依，荣辱与共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从今往后，我在明处周旋，你在暗处经营。我做你的靠山，你当我的手眼。成，我们共享这9重宫阙，富贵荣华。败，愿为阿昭耳目手足。那请阿姐记住今日所言，这杯茶可没有回头路。此番离京，我必须抓住一切可用之人，为我守好朝堂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偏要生云霄。摘下傲骨悬入城郊，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难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风渺渺，我自桀骜。浮游于路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惧路遥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9重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空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风渺渺，我自桀骜。浮游于路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惧路遥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